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开箱14寸 M1 Pro 的 MacBook Pro，然后我还会分享我使用它1个礼拜的心得。好，先说我上一台电脑是16寸的 Intel 的 MacBook Pro，那这支影片我会是用这一台电脑剪，就新的这一台。好，那这次的颜色呢，我是买这个银色，因为我上一台是太空灰，那我感觉换个颜色就是换种口味，而且我觉得银色好像比较清新，比较适合我。清新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看看开箱吧。好 ，OK， 那来讲讲这一次使用它的心得。第一点就是大家最在乎的刘海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刘海很丑，但我是觉得没有差。再来就是它整个外形上的差异，包含萤幕啊什么的。它萤幕改成120赫兹 ProMotion 真的是超有感，因为我现在手机也是换 Pro Max 嘛。13 Pro Max 就是120赫兹，跟我上一台手机比，它是60赫兹。当你用过120赫兹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怎么那么顺？就是你用的那一瞬间，那荧幕一瞬间你就觉得很顺，然后你再回去用60赫兹的就会觉得不顺。那我原本那台16寸 Intel 的就是60赫兹的嘛，然后我昨天是165赫兹的，手机又是120赫兹的。那我那时候还在继续用我16寸的 MacBook Pro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哦，怎么卡卡的，就是不太顺畅啊。再来就是它的 Touch Bar 取消了，改成实体按键。实体按键真的是非常方便，因为以前有时候就是打字打一打就会不小心摸到 Touch Bar，Touch Bar 又有功能，然后它就会用到别的东西。那实体按键还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以前调音量 Touch Bar 你要先按着，然后你才能去改变。那现在不用，现在你就直接这样，好，好不好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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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各种敲打。尺寸上的差异。很多人会说，你用过16寸的，你再回去用小尺寸的，你就会回不去。这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一开始买这台14寸的时候，我用它确实觉得，哇，怎么那么小，有点后悔，是不是要退掉，然后再换也是新的，然后16寸的。但是后来用个几天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哦，萤幕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。而且我当初会买14寸，就是因为它方便携带，16寸也是可以携带，只是它比较大，比较卡，然后有些包包又会装不下去。而我后来想到一个不错的想法，就如果我今天是出门玩，然后可能玩的时候还会剪影片啊，像我要去金门住个1个月好了，那我带它就非常方便。那我今天如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竹，我也可以直接插它旁边那个优良的 HDMI 孔，直接去连我那个大的27寸的萤幕，那不就解决了我觉得萤幕太小的问题了吗？对，所以我这一次会非常推荐你买14寸，而不是16寸。好，继续外观，我刚刚不是说可以插 HDMI 吗？它可以插 HDMI， 它旁边多的东西真的是太棒。它除了可以插 HDMI， 你还可以插你的记忆卡，就很方便。旧的 Intel 的那一台全部都是 Type C， 那身为一个 YouTuber 就会很困扰，我们就只好再自掏腰包花钱买这个2780块的转接头啊。它功能基本上就是长这样，可能多两三个孔这样，可是就会觉得好不方便。如果看完这个影片真的有去换新电脑的话，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那个直接记忆卡插进去，跟你再把这个插下去再插记忆卡，那感觉真的是差很多。虽然可能实际上只差个3-4秒，但你会觉得哇，好爽。那赚钱买好的东西，为的不就是那个爽吗？
再来就是它的 MagSafe 的那充电器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原本 Apple 的那个电脑就是用 MagSafe 的，直接磁吸上去嘛。这个好处好像是，如果放在桌上，你有可能有人或者你自己手贱或者是身体怎么样，给它弄一下整台电脑直接翻下去。如果是用 MagSafe 的话，它可能就那个插头掉而已，电脑不会跟着摔下去。那我是觉得这情况是比较少发生啊。我从2015开始用苹果笔电，用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摔过我的笔电。但它的线不错是真的啊，它的那个除了 MagSafe 以外，它那个可以感受到它那个线就是不一样。我还有我旧笔电的那个充电线。我们来超级比一比啊，这是旧版的，是用 Type C 充的，那这是新版的。除了它变成磁吸以外，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们看到它的线吗？这线是很不同的，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好凹，然后就是你怎么凹都不太会坏掉。这就是你们知道，就是像苹果手机的充电线一样，就是你凹它就会断掉。这一次做这样就是不会坏掉，你看怎么折都可以，对折再对折，轻轻把我也对折。好，再来是大家比较在乎的一个点，就是速度。M1 Pro 这个苹果自己出的晶片，究竟会不会比较快，比 Intel 这个在市场上那么久的晶片还要快呢？好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它开机的速度。我刚才已经把它关机了。哎呀 ，Very Hayaku 啊，有没有？还没好，还在跑。Very Hayaku 我那个初估大概10秒左右。我1个礼拜使用感想是快，真的快。我是用 Final Cut Pro 来进行影片剪辑的，你在预览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卡。如果是用 Intel 的话，它有时候就会卡。对，再来就是你浏览网页的时候或者用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其实我本身那台16寸的 Intel 就已经在浏览网页上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，因为它那个晶片也是不错的。那新的这一台也是浏览网页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继续回归剪影片，用 Final Cut Pro 在输出的时候真的比较快。再来就是电量，虽然14寸的比16寸的电量还要少，但是它们耗电差很多。我以前用16寸那台一下子就没电了，然后我现在用14寸这台，我可以剪完一个影片并且上传，它都还有电，就3-4个小时都还是会有电。而且搭配它这次的充电器快充，所以根本电量不会用到一半就不够用这样子。那讲到它这次的充电器，如果你是买14寸的话，你花300块就可以升级成96瓦，这一定要花，因为没有理由不花。你都花几万块去买一个电脑，你花300块可以提升那个整体的使用质感，一定要。再来就是散热，如果你是用苹果自己出的芯片以前的电脑，就是 M1 以前的那个散热，真的是散热可以，但它那个风扇真的，16寸那一台，我大概用了半小时，那风扇就会开始转。如果我是剪影片的话，用到1个小时，那个风扇已经暴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会超级烫。如果是躺在床上放在腿上剪的话，真的是腿都整个要烧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腿就会有那个伤痕，就像大火烧过的一样。那你的心也会被烧到，因为你会觉得哇，怎么花那么多钱买一台电脑，然后它还在那边给你很热又吵。新的这一台它会温，但是不会烫，就不会到那么夸张。然后它完全不会吵，我真的是给它那个充电器插着，然后剪影片剪3-4个小时再输出啊。它那个风扇连启动都没有启动，我真的是觉得 scary。我原本是使用16寸的嘛，我刚拿到14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萤幕怎么那么小，就很不习惯。但是我又用了几天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其实好像又没有什么差，14寸就蛮够用了。虽然说看16寸的萤幕是爽很多的，这是我原本的16寸，这是新版的14寸。那你们看它 size 的差异，就是差了整整一个这样，就差蛮多。可是画面中看起来好像还好，但你实际上去看哦，它这个光这个的 size 在剪影片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觉得新版的就要买这种银色的会比灰色的好看，灰色比较适合旧版，因为新版它是有一点就是整个更方的感觉。
然后除了荧幕的差别，再来就是它们的重量嘛，14寸跟16寸差了500公克，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，因为毕竟我在健身，所以这方面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啦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用13寸的，你就拿一瓶水装个500毫升，然后放在你13寸上面，然后你2只手拿起来，那就是16寸的重量。我真的是鬼脑袋。再来就是这次有2个晶片 M1 Pro 跟 M1 Max， 我是觉得买到 M1 Pro 就好。那当然，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级的剪辑师或是制图的，就是你是已经那种 Pro 等级，那想必你也一定会知道，你就是要买 Max 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跟我一样，就是一个喜欢剪影片或是修图的人，没有什么太高级的需求，你就是买 M1 Pro 就好了。因为我看很多速度比较的影片，其实那个速度真的是几乎差不多。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3C YouTuber 叫大耳朵，然后他比较 M1 Pro 跟 M1 Max 的心得，他是觉得买 Pro 就好。今天你如果只是开个4K 剪影片，你放上去再放一些 effect， 再调一些色，再丢个其他字幕啊、字卡什么的，它是不会卡的。相信看我这个影片，基本上也看过其他人评测影片，他们都丢好多条 4K。但是你剪影片的时候，你不会丢一堆 4K 影片，然后刷在同一个地方，因为你单个画面就顶多就是1个影片，最多就是2个影片。就我的主荧幕一个影片那种，然后这里可能再摆一个4K 的小影片，顶多就这样。你不会说摆个10、20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差别是，他们的那个前置镜头不一样啊，这一次变1080，然后有一点美肌的效果。但是前置镜头我是觉得它变成1080也没什么差，因为正常人根本不会去用它的前置镜头，可能顶多你如果跟别人 FaceTime 会用而已。好在是它的录音，它录音我觉得很好，就是非常的立体。有那种录音室的感觉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之前 Intel 16寸的就已经是这种等级了。我觉得它的那个麦克风是同一个麦克风啦。那今天如果你是从16寸以前的版本换过来的话，那你就会觉得它的扬声器啊、麦克风啊、画面啊，全部都非常的有改善。如果你是从16寸换过来的话，你可能就只会有前面提到比较不同的地方，会觉得有改变而已。声音的话是几乎是一样的。好啦，比较就差不多这样了。那我来讲讲总结的心得吧。这一次我也是看了很久才决定要买它的。我买它我是用 Apple Trading， 就是我把我旧的退给它，真的折超少。好，反正换了新的之后，整体是满意的。因为第一，它真的很方便携带。我已经带去台北过一次，就是毫无负担啊。那我之后如果常常去旅游的话，我就可以带着它去剪片。那买它我也没有打算要用它打游戏，因为我都特别组一个桌垫打游戏用了嘛。如果你是为了打游戏的话，我觉得你不要买 MacBook 系列，因为它的荧幕太小了。我之前有用16寸的 MacBook Pro 打哦，它荧幕真的太小，你那个打个会战啊，你就看不到自己在哪里。所以说你买它你就不要为了打游戏。你如果要打游戏的话，你组桌垫或是买 Windows 版本的会比较好。你打游戏，你买 MacBook Pro， 你也是要在逛 Windows 双系统去用。那当然啊，有一些游戏是本身 macOS 就可以游玩，那就算了嘛。好，那我来讲讲我会推荐什么样的人买呢？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剪影片的人，你就可以买。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M1 的电脑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不用换。因为 M1 本身就已经用起来不错，也不太会卡了。如果你是用 Intel 的话，一定要换，光那个风扇跟速度就很值得你换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台苹果电脑都没有，然后你可能要上大学了，或是你要出社会工作，有这个需求，那就肯定可以买。尺寸的话，我是推14寸的。那如果你是男生，然后你又是在固定的地方，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室的话，你就可以买16寸的。如果你今天是女生的话，那肯定不要买16寸，16寸会对你来说太大啊。常常旅游的话，或者想要方便携带的话，就买14寸的吧。去咖啡厅什么的都比较好携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了，觉得有帮助的可以给我一个赞，我应该有 cover 到所有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啊。我没有放什么跑分，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很没有必要。你换新电脑，你也不会去看它跑分怎样，你是看你使用的感觉怎么样。话说那个去年换电脑跟新手机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想，不行，这个一定要用个2、3年，今年不会再换。结果今年我手机、电脑都在换。